印航过去啊，也有过大的空难，那是182航班在爱尔兰上空爆炸的。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过去一个多月啊，我们因为印航171航班的事故啊，给大家这个讲了好几期空难的调查呀等等这些视频啊，放了电视。那么实际上啊，印度航空啊也有过几次的大的空难啊，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呃印度航空啊在182就爱尔兰的空难啊，那个空难呢，说这个空难之前啊，我们先说一个旧闻啊，就是所谓旧闻呢，就是刚刚过去的新闻啊，就是加拿大和印度啊，呃，实际上加拿大和印度啊，在过去一度呢闹的是不可开交，关系非常僵，互相的相互谴责，甚至还驱逐外交官。这一切的导火索呢，都是2023年啊，在加拿大街头的一声枪响，有一个叫尼加尔的锡克教徒的领袖啊被打死了。于是加拿大的总理小土豆就站出来说呢，这事儿可能就是印度政府干的。这个新闻听起来啊，更像一个现代谍战片儿，是吧？那我想告诉您的是啊，这声枪响啊，其实只是一个长达40年极其悲惨的、极其荒唐的故事里边儿一个最新的回响。哎，要真正看懂啊，那天发生了什么，我们还要坐上时光机啊，回到空难发生的1985年。那是一个夏天啊，想象一下，一个巨大的波音747客机啊，印度航空182航班啊，从加拿大起飞呢，飞向伦敦，也是伦敦。这个因为啊，正好是暑假刚开始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坐满了就是回印度探亲的这些家庭啊。官方啊，这个报告里有一句话说，机上的年轻人啊、儿童呢，都是全家出行的旅客。那么数量是相当的多啊，很多孩子，都是准备第一次啊回家乡看看，就是回去看看父母的故乡，去见见他们的爷爷和奶奶。所以飞机平稳地飞越了大西洋，一切正常啊。在爱尔兰清晨的时候啊，它跟地面的空管 ATC 啊进行了最后一次例行通话，然后就从雷达上彻底消失了。它不是坠毁了，是被炸毁。在9400米的高空啊，一个藏在行李里的炸弹，把这架飞机炸成了碎片。那飞机上啊有329人，没有一个活下来啊，其中啊有268个是加拿大人，但是孩子就有86个。就这起爆炸案，直到今天依然是加拿大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谋杀。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炸弹是怎么被弄上飞机的呢？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啊，这件事啊，是从一个普普通通的行李箱开始的。一个男人啊，在温哥华机场呢托运了这件行李，但是他自己根本没上这飞机。在那个时候啊，这种事儿居然能办得到，这个行李箱啊，就像一个幽灵一样，从温哥华飞到了多伦多，然后呢，被装上了这架飞往伦敦的印航182号。策划这一切的就是当时加拿大活动的一群锡克教的分离主义者，一个叫做巴布尔卡尔萨的激进组织，翻译过来就可以叫做真信仰之虎啊，这是我翻译的。他们的组织呢是在印度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叫卡利斯坦。而这次爆炸呢，就是他们对印度政府的一次疯狂报复。因为在1年前啊，印度政府攻击了他们所谓最神圣的神庙。他们的计划的是很周密的呀，啊，已经这个准备了2枚炸弹，啊，一枚呢就被送上了这个印航182次，另一枚，哎，另一枚到哪儿了呢？被送上了去日本东京的飞机，准备啊在那儿转机炸掉另外一架印航飞机。结果呢，因为他们搞错了，日本啊是不实行下令时的，有第2颗炸弹呢在东京机场的地面上就提前爆炸了。炸死了2名日本的行李搬运工。也正因为这次失误啊，留下了一部分炸弹的残骸，又给后来调查提供了关键证据。所以啊，故事最荒唐的部分来了啊！你可能会想，这么大的阴谋，难道加拿大安全部门就一点不知道吗？恰恰相反啊，他们知道啊，甚至可以说呀，
他们啊，这个掌握了大量线索。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啊，就像报告里边就这个空难报告里所说的一样，是一场接连式的失误。首先呢，印度方面啊，其实早就觉察到这个不对劲儿了，他们可能更了解自己的对手，是吧？提前1个月呢，就通过外交渠道呢，给加拿大发了正式的警告，说呀，印航的飞机啊会成为袭击目标，要求加拿大呢提供最严密的安全保护。可加拿大这边呢，当时他们的安保重点啊，就是停留在防劫机，就是查查你的行李里边有没有带枪，并且对于托运行李里边炸弹，他们根本就没准备。那更离谱的是啊，加拿大自己的情报机构叫 CSIS，其实已经在监听这个主谋帕尔马了。他们在炸弹袭击前几个星期啊，亲眼看着这帮人就跑到少数林里边引爆了一个测试装置。但是你猜他们是怎么记录的呀？他们以为说那是一声步枪声，步枪声你也得查他有没有步枪证啊，对吧？而最关键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监听主谋策划的这些录音带，你猜怎么着？在调查开始后啊，竟然被 CSIS 自己给删了180多盘录音带啊！官方的说法说是按程序办事儿，但是主审法官啊，后来在判决书里边啊，把这个行为称作不可接受的疏忽，我觉得那就是犯罪啊。那好吧，那么现在回到这个机场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就是装着炸弹的这个行李箱吧？他到了多伦多之后呢，是准备接受这个安全检查，然后放到这个所谓的印航的这个，他不播了呢，装上印航182。按照规定啊，所有的印航的行李啊都要经过 X 光机的检查。但是那天下午啊，那台关键的 X 光机坏了，那怎么办呢？安检人员啊拿了一个手持式的炸弹嗅探器，型号叫做 PD4C，一听起来挺高级的，对吧？但是官方报告里边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就在5个月前，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当时的防爆专家开会就评估过，说呀，这款嗅探器就手持式的是无效的，无效的。你想想这个画面，他们用一个自己专家早就认定的无效的设备去检查一架面临高度的威胁的航班的行李，所以官方啊报告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了这场混乱，我感觉是特别贴切，几乎所有能出错的事情都发生了，所以炸弹啊就这么畅通无阻的穿过了2个国际机场，从温哥华到多伦多，然后就进了飞机里边，然后就是那329个破碎的生命。灾难发生后啊，整个加拿大都懵了。驻爱尔兰的大使馆啊，人手和资源都极其有限，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手机啊，通讯一团糟。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家属啊，感觉被自己的国家都抛弃了，他们的各种需求完全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们的报告里边记录一句让所有人都心碎的话：有家属问啊，如果我们的肤色是白人，那这个国家在我们遭受这种悲剧后的经历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所以这就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调查和审判啊，持续了将近20年，花了纳税人超过1亿3000万加元。你没听错，1亿3000万。结果呢，2005年啊，2名被指控为主要策划人的嫌疑人马利克和巴格里，因为证据不足，无罪释放。329条人命最后只有一个制造炸弹的从犯，为了减刑，承认了一个比较轻的过失杀人罪。故事到这儿啊，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五味杂陈啊？没错就这个加拿大政府有的时候他就是这么不着调啊。那这还没有完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旧闻就是2005年那个被无罪释放的马利克吗？后来他立场变了他开始他接近印度政府，结果呢，在2022年他在街头被枪杀了。我印象中在维尼伯，大家都普遍认为是当年的那些同志对他进行了内部清洗。结果又过了1年，就发生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件事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尼加尔
也被枪杀了。这次应该是在苏里吧，而这一次加拿大政府把矛头直接就指向了印度。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啊，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暴力几十年后又以新的形式又回来了。鲍布雷啊，就是负责撰写那份空难官方调查报告的独立顾问。他在报告的结尾啊，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呀，在他写报告的时候呢，桌上放着一个11岁小女孩的照片，她叫吉尔杰特拉萨，就是那329名遇难者之一。他说他看着照片啊，提醒自己，他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啊，他到底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答案，还是为了正义？但是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告诉我们，正义啊，有时候它不会按时到达，甚至是永远啊会缺席。好的，谢谢你听完这个沉重的故事，我是宋说新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其他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请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